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今天回老家，在外田里面挖了一些野菜，今天就借用这个野菜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老面包子。今天我们包的包子呢，要用3种方法给它弄熟，一种是水煮，一种是生煎，还有一种呢要上锅蒸熟。每一款都是白白胖胖的，让那些厨房狭小没有买蒸锅的朋友也能吃上自己做的包子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我们先来做老面引子，也就是兜饺子。把半碗的醪糟给它倒在奶锅里面，再加2半碗的温水也给它倒在奶锅里面。这个温水不能超过40度，温度太高会把酵母菌烫死的。这个醪糟呢，也是我之前自己做的。想看详情点我的头像去看之前的花布。家里面没有醪糟的，也可以直接用老面给它泡在温水里面，也是一样的。我这个老面呢，就是上一次蒸馒头的时候留了一个生馒头没有蒸熟，把生馒头放在面袋子里面，放上1个晚上就变成老面了。把老面给它撕成小块，放入醪糟一起，盖住盖子给它泡一泡。泡多长时间呢，也不是固定的，泡至醪糟和老面糊起就算泡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醪糟和老面泡糊起以后，加2大勺的面粉，给它搅和搅和，搅和一个偏稠的糊糊，再次醒滑至满是泡沫就可以了。嫌麻烦的朋友们，加干面粉的这一步可以省略，可以直接用这个酵子水来和面，只不过呢，和面的劲儿小一点，和面的时间长一点而已。和好的面也是一样的。酵子现在已经和好了，上面满是泡沫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以上是兜饺子的全部过程。你要是想做老面馒头，这一步是必学的。下面就用我们兜好的饺子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用这个和好的面糊糊来和面啊，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先下手，因为这个面糊糊特别的粘手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就用筷子来搅拌，边倒面糊边搅拌，要少量多次的加。面糊被面粉完全吸收以后再加，像这样先把搅成面絮状，然后再下手揉面。像这样揉面呢，既不沾手，它也不沾盆。刚开始下手揉面的时候，不需要一次性给它和多熟，就随便给它揉一揉，能把面团揉在一起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住盖子洗面10分钟，洗面10分钟以后再来给它揉一遍，像这样很快就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。揉好以后盖住盖子，给它放在温暖处醒化至2倍大。接下来把我挖的野菜给它摘一摘，这种野菜在我们当地呢叫荠菜，在前甸地头和路的两边长得到处都是，但是市场卖的是非常的贵，8块钱1斤。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野菜？趁着摘菜洗菜的时间，我来和朋友聊一聊，说一说我以前的视频时间呢都是3至5分钟，现在的视频为什么那么长呢？其实我是一个快言快语、速战速决的一个人，不喜欢拖泥带水。速战速决对我的播放量和完播率都有好处。那为什么现在把视频又拖了那么长呢？其实我也是根据大家的要求而慢慢的努力的改变。因为很多的朋友私信留言给我说，于姐你能不能把语气变慢一点，把步骤做得更加详细一点，让大家一看都能学会。所以现在的视频就变得稍微长了一点点。菜洗干净以后给它捞入菜篮里面沥水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在奶锅里面加1大勺的面粉，然后用适量的清水给它搅拌成一个光滑细腻可以流动的面糊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在奶锅里面打5个鸡蛋，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不加面糊，因为我们家条件不好，所以呢加一点面糊，这样显得鸡蛋也多，还能吸水，这是一举两得。鸡蛋搅拌均匀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切一点葱姜，然后把荠菜都给它切碎。姜给它切成末以后给它放在盘子里面备用。葱也给它切成葱花，只取葱白，葱绿呢留着炒菜吃。切好以后也给它放入盘中，和姜一起留着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把荠菜也给它切碎，荠菜随便给它切2刀，然后再给它剁碎。剁碎以后也给它放在盆子里面备用。现在开始起锅，锅烧至无水的时候加食用油，要多倒一点点食用油。
因为加了面糊的鸡蛋液很喝油。油烧热以后，边倒鸡蛋液边搅拌，搅拌的越碎越好。全程用中火煎制，给它炒至二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给它放在一边冷凉备用。接下来我们重新起锅，锅里加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以后下葱姜爆锅，先给它爆香，爆香以后给它端出，给它冷凉备用。油冷凉以后，给它倒入荠菜里面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先拌油的目的，以免它后期出水。油搅拌均匀之后，下面我们来开始调味。根据菜的量加适量的食盐，再来1勺的蚝油。喜欢吃五香粉的、胡椒粉的，或者是鸡精的都可以加一点。因为我们家有小宝宝，追求无添加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啥都没有加。给它搅拌均匀之后，然后再加鸡蛋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我们的馅料就算调好了。馅料拌好以后，我们的面也已经发了，闻起来香喷喷的，先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加小苏打，加小苏打的比例就是发的刚刚好的湿面团1斤，加0.5克的小苏打，然后用温开水给它化开，再加上1勺面粉，给它搅和搅和，搅成一个偏稠的面糊，然后再给它揉在我们提前发好的面里面就可以了。假如说你要加食用碱面的话，每斤发的刚刚好的湿面团1斤，加1克的碱面，按此推算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要说了，小苏打为轻碱，碱面为重碱，为什么碱面加的还多一点呢？其实我以前也是你们那样认为的，但是经过我多次试验，加1克的碱面做出来的包子或者是馒头都是白白胖胖的，要是加了1克的小苏打，做出来的包子就变黄了，并且吃起来还有一种碱味儿。碱水糊糊加上以后，一定要给它揉搓均匀，否则做出来的包子有黄斑。碱面揉搓均匀以后，拿一个小剂子给它搓成长条，然后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。小剂子切好以后，撒点干面粉防粘，然后给它推在一起，用保鲜膜盖住，防止表面烘干。下面我们来开始擀小剂子。拿一个小剂子放在案子上，用掌心给它按扁，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一圈，擀一个外薄里厚的面片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麦穗包子的做法。首先在面皮里面放2勺的馅料，然后呢给它倒入一个虎口上面，像这样呢比较好操作。再用手指从中间那个位置往上顶一下，然后用2个手指一对一下的捏，这边捏完捏这边，捏一下往前挪一下，一直往前走，捏到头为止。像这样一个麦穗包子就包好了。包子包好以后，用手从后面给它托一下，整一个形，这样显得更加饱满。麦穗包子包好以后，给它放在案子上，2次给它醒花大约20分钟左右。嫌麻烦的小姐妹们，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款简单的做法，就像我们平时包饺子一样，馅料放上以后，从中间给它捏一下，然后再从一边给它对折给它捏一下，再给2边都给它捏合，再用2个虎口给它夹住，用手一捏一挤，把边缘捏住，像这样的一个水煎包就做好了。全部包好以后，给它放在一边醒发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半杯的清水，再放上1小勺的面粉，这1小勺面粉呢，大约就是2-3克。要是喜欢吃冰花的，假如下面像网状一样的，可以加3勺的面粉，然后再加上食用油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放在一边备用。下面我们来先做一锅水煎包，锅烧热以后打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再把我们包好的麦穗包子给它摆好。在摆的时候呢，互相一定要留间距，因为等一会儿呢它还会膨胀变大。随后再把我们提前调好的面粉糊糊也给它加进去，面粉水要多加一点，握过包子的1/3处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住盖子，大火给它焖8分钟左右，焖至从外面看里面的水将收干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开盖，哇，看着这个包子好有食欲哦，白白胖胖的，底部也是金黄的，像这样出锅就可以享用啦。下面我们再来给大家示范一个用水煮的包子，一滴油不沾。
这个锅是我重新又洗干净的哟。锅烧至无水的时候，把包子给它摆放在锅里面，锅里不需要打一滴油，然后加清水，没过包子的1/3处，像刚刚一样盖住盖子，大火给它焖8分钟左右，焖至里面的水分微微收干，打开盖子，再给它烙至底部金黄就可以了。假如牙口不好的，或者是不喜欢吃底部焦脆的，焖至微微收干，打开盖子就可以出锅了。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做水煮包子2次醒花千万不能太长，醒花长了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气体，在开盖的一瞬间会出现塌陷、死面、表皮发青等状态。由于时间的问题，包包子这个环节呢，我也没给大家展示。想看包包子的详情呢，点我的头像，之前发布的也有。目前呢，我们3款包子都已经出锅了，蒸的包子、水煎包还有水煮包，都是白白胖胖的，看着都好有食欲哦。掰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表面暄软，里面是馅料十足，看着都想吃哦。看看有食欲吗？想吃你也动手做起来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